之前的预期，我们认为此处向下的调整，当然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也存在，并且从当前反弹的幅度来说，也基本上是达成了预期直接是一步到位，直接结束了。后期因为整体股市环境的转变，以及大家普遍看牛市到来的这样预期情况下，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极端走势，直接步入到新一轮的推动浪形态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围绕以上几个问题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参考的频道。本频道主要分析的大类是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原油的中长期走势。如果你有感兴趣的品种，可以加我的 QQ 来约稿因为这样子你来约稿的同时，也能来了解我们会员的权益和福利。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本期视频要说的品种是港股的腾讯控股是来自于咱们的会员约稿。其实这支票我们之前在3月21号、4月15号都分别谈论过，但是当时我们对于此次的反弹上行给它的定义是一个反弹结构，而不是一个推动结构。主要原因是从700上方开始的这一波回落所用的时间跨度太少了，相对于之前的推动五浪，它的时间跨度太少了。但是当前从相对的低位200附近反弹到600，那么由于它整体的反弹的力度比较强，所以对于后期的整体走势，至于是反弹还是反转，这里我们要重新的结构划分一下。前期的整体大结构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从它上市以来，1浪、2浪、3浪、4浪、5浪这一块的走势划分是没有任何的分歧的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前期第一轮的回撤，它的一个幅度可以看到是已经非常靠近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从幅度上来说也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时间，从时间上来看，前期的第一轮五浪推动形态它是从这个大致是从24年的6月份一直持续到21年的2月份中途的用时是一个16年的时间。那从这个高点开始向下，它仅仅是用了2年，所以之前的预期我们认为此处向下的调整它运行的是一个 A， 当前反弹是一个 B， 后期还存在一个 C 的一个可能性。当然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也存在还依然存在 A， 后期还有个 C， 并且从当前反弹的幅度来说，整体的向上的反弹的走势也基本上是达成了预期我们可以看到盘中的话是已经刺穿了这个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590，所以当前鉴于它如此的强势，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在极端情况下，前期的这波跌调整是否有可能直接是一步到位，直接结束了。后期因为整体股市环境的转变，以及大家普遍看牛市到来的这样预期情况下，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极端走势，直接步入到新一轮的推动浪形态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围绕以上几个问题分别看一下当前我们需要关注2种结构形态不同的变化，我们需要关注哪些重要的多空节点。那首先我们将时间还是要调整到更小周期的周线图来看一下此次从 188.60 向上的一个反弹结构。如果按照预期它是一个 B 浪反弹，对于这里的走势那肯定是运行了一个 BA、BB， 目前是处于一个 BC， 并且它的幅度也是基本上达成预期。同时我们来看一下BA 和 BC 的一个比例关系，突破590之后，上方的关键压力位是位于这个629基本上来说的话，它是进入到590到629这个压力区域了，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中的它的一个结构，如果按照大 B 浪来看内部的一个形态，那此处的结构划分就是这个 BC 当中，它就是又运行了子浪1、子浪2、子浪3、子浪4，截止到这一阶段它是一个子浪5。从这个结构划分我们来看，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它的走势已经结束了。
并且它在最后的紫色段的末端，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是运行出了一个终结楔形的一个形态，也就是 B 浪 C 杠5当中，它运行出了一个终结楔形的一个形态。那后期整体回撤的目标或者空间就会非常大，这是第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如果我们把此次的上涨看作是一个推动浪的结构，那内部的结构划分又会出现新的变化。这里我们需要用其他颜色来代表一下。那这一阶段的走势划分应该是这样划分的：此处是上涨的子浪1，回撤的子浪2，目前这个子浪3还没有走完，后期还存在一个子浪4以及再次向上的子浪5的上涨，并且这个子浪5大概率会突破之前的历史高点715。整体的结构划分，这里就是新一轮的1浪向下调整的2浪，黑色段的走势完成之后它就是完成了大3浪，两种走势结构截然不同。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黑色段第一阶段的子浪1内部是有一个1、2、3、4、52浪调整是一个3波形态。那当前运行到这个黑色段的3浪当中，它的走势结构我们依然可以重新划分一下，1、2、3、4，向上还有一个第5波第5波。那其实两者的分歧就在于近期的调整幅度大与小的问题。我们只需要拉取最后这一波上涨的黄金分割，后期重点要关注的大致就是这个50%到618这个区域，这个位置是位于520到496，看它这一阶段的向下的回落是否会跌破这里。如果这里被跌破，那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一种预期，大 B 浪，后期向下跌会比较大甚至会再次回落到264这样的位置。那后期就是一个对于这只股票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熊市思维，就没有留的必要了。如果它依然是稳稳的站在520到496这个区间支撑之上，并且按照蓝色段走势，它运行出一个5波形态，那后期整体腾讯控股我们就要转变思路，它就是一个所谓的推动浪从我们最初的认知 A、B、C 的结构，或者是大 B 浪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性质，它就转变为一个反转的性质。后期整体走势结构就会划分为1浪、2浪，黑色段这一阶段的3浪，以及后面还有4浪和5浪。如果按照第二种预期来说的话，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处于这个黑色段的这个所谓的3浪3当中，3浪3当中。所以近期重点我们需要关注的520，其实496都不是特别重要，重点要关注的就是520这个位置。只要价格在这之上，比如它调整，最近期有调整，周线级别有调整，它比如回落到540或者是在5220之上的任意一个位置出现底分型十字星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考虑按照蓝色段会再次上涨。所以近期重点就是关注544到520这个位置，544到520这个位置，544到520。那么后期对于结构的多空分水岭，基本上就是在以520这一线为准，跌破了就是中长线的另一种大 B 浪的划分，没有跌破，那么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推动浪的形态去考虑它后期整体向上的一个发展空间。当然如果这里向上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个波浪尺和前高的位置是处于重叠的位置715到716这是一个关键的压力目标突破这里，那下一个位置可以看到803，也就是2.382倍的位置。对于我们当下近期来说的话，重点关注544到520这个支撑区域，跌破520，那么我们就彻底放弃，举手投降。如果没有，那么我们依然按照一个推动浪的结构形态来看待它向上的一个发展过程。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